我明明拥有一招秒杀大地的能力，却只能秒杀大地，少一级就反被秒杀。于是我双手插兜装高手，装作一副大地之上我无敌，大地之下你不配我出手的拽样。可出门在外，我真怕哪天被个不知名的小喽啰给一箭穿心，那脸可就丢大了。为了让世人听到顾长风这个名字就干颤，我每隔一阵子就会挑个地境强者秒杀。最近我正准备向那赫赫有名的瀚海帝君发挑战书，天极仙府外面却先被3个圣地给团团围住了。萧破军，想当年你号称北海第1天才，可曾想到今日，本座就要让你这天极仙府在天域彻底除名。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萧破军听到这话，反而一点没慌，他带着一票长老直接飞到我的脚边跪下。在他看来，自家老祖100年前就已经证道地境了，对付这群圣人境的渣渣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。但他绝对想不到，真正的老祖在100年前证道时，早就被雷劈死了。穿越来的我，成了这具修为全失肉身的新主人。于是这100年间，我从不敢暴露自己是战五渣的事实，整天就在九霄云台里苦熬造型。如今，我终于觉醒了秒杀一切大地的能力，可你们这群混蛋，却给我惹来一群圣人境，这是存心想让我死啊！虽然这些人我一个都打不过，但气势不能输。什么叫大地？就是他妈的藐视一切，看众生都跟看土里的蚂蚁一样。所以此刻面对众多圣人巅峰境强者，我从牙缝里悠悠地挤出4个字：不退。话音刚落，3大圣地的强者瞬间被震退了半步。尽管这100年来一直有流言说天极仙府老祖已证得地境，但传闻终究是传闻。今天这一句话，这股气场果然诚不欺往。此时，赤霄神宗的宗主赵天恒站了出来：“你天极仙府能出一位大帝，难道我赤霄神宗就不能？还请老祖现身！”话音落下的同时，天穹之上一位老人狂笑着飞来。你可还记得本座？赤霄老怪，烈火大地一重境，他身上爆发出的地威，瞬间就将萧破军等一众长老压得喘不过气。但我拥有秒杀大地的能力，自然对地境强者的一切伤害全部免疫，所以我不仅不怕，反而隐隐有些兴奋。早说嘛，你有大地境的强者，害得我白担心一场。顾长风，你可敢上来和我一战？面对挑衅，天极仙府的众人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期盼着我能出手带他们走向胜利。然而我却一言不发。我认为装逼就必须要装到底，毕竟我的座右铭是装逼如风，常伴无身。赤霄老怪见我不吭声，声音再次暴喝：“懦夫，你可敢上来一战？”对此，我又极其轻蔑地吐出6个字：“你还不够资格。”赤霄老怪听到如此羞辱的话，却不仅不怒，反而冷笑道：“灭你天极仙府，怎可能我独自前来？汪寒山、杜绝尘该现身了！”刹那间，2股强大的地威铺天盖地席卷而来。不知顾道友同时面对我们3位地境，是否还能有刚才的自负呢？闻言，我内心更为狂喜。都给我录屏，爷的高光时刻到啦！丁，触发主线任务，名震北海，半年内积攒名声值超过10万。任务成功可解锁修炼系统，失败随机处缩短10公分。此时3大老祖见我一动不动，以为我是被他们吓到了，便对着萧破军等众长老戏弄道：“尔等倘若愿意交出生魂，被我们所奴役，便可免除一死。”面对3位大地强者的压力，一位长老率先动摇：“圣主，对不住了。”紧接着，第2、第3个长老也愧疚地低下了头。圣主，我们也……萧破军心瞬间凉了一半。诸位，我天极仙府待你不薄，你们竟如此贪生怕死！哈哈哈哈！萧破军，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赤霄老怪又添了一把火。本怪保证，但凡现在投降之人，100年之后，我定归还你们自由。听到这话，原本还在犹豫不决的众长老瞬间坚定了决心。毕竟100年时间对于圣人境来说，不过眨眼之间罢了。短短片刻功夫，只剩下一位资历最老的李长老留在了萧破军身边。李老，想不到最后只剩下您还愿意留下。那名长老闻言轻叹一声：“唉，圣主多多保重。”说罢，他头也没回，转身离开了。至此，这片区域只剩下我和萧破军2人。萧破军众叛亲离的感觉如何？萧破军万般无奈地看向自家老祖，内心从一开始的信任变成了极度的疑惑。为什么老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准备出手？莫非真的害怕了？而此时的我正在思考，一会儿秒杀这3个地境强者时，我该摆个什么帅气的 pose？ 毕竟按照系统所说，我只要喊出开启2字，便可动用此能力。至于出手特效，系统会随机生成，但保证酷炫。可还没等我想好，身边的这群二五仔竟然全部叛变了。不过这次
叛变，倒也变相证明了这群长老并不牢靠。随即，我嘴里低念开启，双手插兜，仰望着天空道：“本座给你们10息的时间，选择臣服还是死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炸裂。这顾长风疯了吧？就算他是2阶地境强者，也不敢以1敌3啊！但我可不管他们在想什么，朝着赤霄老怪就是一指。丁，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地能力，正在随机匹配特效中。庐山升龙霸同款特效匹配成功，随之一条金色的巨龙翻腾而起。赤霄老怪只看一眼就明白此招绝不是他能抵挡的。你2人快来助我！可他绝望的求救并未得到回应，只因另外2人在巨龙出现的刹那便撕破空间逃离了。然而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是，这条金色巨龙洞穿了赤霄老怪身体后，竟迅速钻进了他们2人撕开的空间通道中。随即2泼鲜血从通道内喷出。见此，3大圣地的圣主以及他们身后数千武宗境强者纷纷面如死灰。那可是3位大地境啊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被一拳秒杀了？丁，恭喜宿主击杀3位地境老祖，名声值正午。系统存心坑我是吧？杀了3位大帝，才给我5点名声值，那半年内要达到10万点，把大陆上的所有地境强者杀光都不够。我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。宿主莫急，系统解释，你虽然刚才装了一波大的，但影响范围仅局限于这3000位参战强者，名声还没有广泛传播出去呢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情略有所好转。这时，一旁的萧破军一脸贼笑地凑了过来：“老祖，现在强敌已灭，这3大圣地剩下的人要怎么处理？全部杀掉吗？”这个问题倒是把我难住了。我点头的话，谁来动手呢？我可不觉得有人会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杀。然而，正当我要说些什么犹豫时，对面却突然跪下了一大批人。萧老祖，我们刚才是鬼迷心窍了，还请饶了我们吧。老祖，我们也是被逼来的，绝没有想攻打天极仙府的想法。见此，我当即把这烫手山芋甩了出去。破军啊，你怎么看？萧破军一听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老祖，这是在考验我。对，肯定是在考验我。他大脑飞快地运转，思考其中的深意。凭老祖的通天修为，要想杀掉他们，根本无需过问我。那么老祖的意思肯定就是要他们活。随即，萧破军又想到如今天极仙府的惨状，彻底大彻大悟了。老祖这是想让他们留下来重建圣地，并且补充高端战力，而且不杀他们，还能整合其圣地的资源，防止他们鱼死网破。不愧是老祖啊！于是他拱了拱手道：“老祖，不如暂留他们一命，重建我天极仙府。”行，你看着安排吧。听见我的肯定，萧破军瞬间兴奋起来。哈哈，我猜对了，老祖果然是在考验我。他立刻催动修为，向众人喊话道：“交出生魂，可免一死。”短短片刻，萧破军手里已握住了上千条生魂。对方的3位圣主看着自己门下的长老叛变，是又怒又不敢怒。叶宗、赵天恒、殷九玄，你们3人若愿意入我天极仙府为奴，本圣主可求老祖饶你们一命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一紧，差不多得了，真把他们逼急了，我们都得死啊！面对萧破军如此嚣张的叫喊，赵天恒实在不堪受辱。本圣主乃堂堂圣境巅峰的存在，岂可为奴？要死我也要死的有骨气。说罢，他双手掐诀，自断心脉而亡。叶宗和殷九玄2人见状，对视一眼，我们拼他一回。正当他们要释放全身修为时，我连忙开口道：“包吃包住，我等愿意归顺。”随即有2道生魂自他们身体飞出。当然，最惨的莫过于原本那些天极仙府的长老了，他们成为了奴上奴。3天后，幽冥鬼域的一处秘境三生古潭中，一位老者静坐在河边垂钓，观其身上散发出的古朴气息，不知存活了多少岁月。突然，一道急切的喊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：“族老不孝子孙殷九玄前来请罪。”九玄儿，你不是随他们去攻打天极仙府了吗？何罪之有？那殷九玄闻言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哪里还有堂堂幽冥鬼域圣主的模样？族老，您在秘境闭关，不知道3大圣地已经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他带着哭声，将此前那场大战的经过都说了一遍，其中还包括他被奴役之后，被萧破军故意弄去挑大粪的糗事。那萧破军实在欺人太甚，还请族老出手替子孙报仇啊！可那老者听到这话，却反问了另一件事：“九玄儿，我且问你，你从天极仙府逃出来的时候，可有阻拦？”殷九玄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孩儿是趁着萧破军无暇分心时偷跑出来的。”蠢货！老者怒斥一声：“虽然姓萧的那小子有可能察觉不到，难道那位顾长风老祖发现不了你吗？”随后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九玄儿啊，你中计了。那顾长风既然敢放你出来，就说明早已知道我的存在，故意试探。”听到自家长辈的提醒，殷九玄顿时有些后怕。族老，但咱也不怕他。若是10000年前，老夫确实不能一招击杀3个1阶地境，但如今我已今非昔比。说到这里，白衣老者释放出强
强大的修为，让殷九玄眼前一亮。族老，您突破了。我已经参透这三生古坛的奥妙，成功突破到了三阶地境。想来那顾长风老祖应该和我伯仲之间。什么？那顾长风老祖也是三阶地境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殷九玄属实没想到那顾长风会这么强，居然能和族老五五开。呵呵，无妨，老夫自有办法。殷天尊捋须一笑，这样，九玄儿，你先返回天极仙府。另一边，我正沉浸在明生值上涨的喜悦中。短短3天时间，明生值就从原来的5点涨到了1000点整。叮！恭喜宿主解锁抽奖功能，单抽需要1000明生值，10连可打9折，10连吃保底，单抽出奇迹。给我一发入魂！恭喜宿主抽中健胃消食片1瓶。童子，你存心玩我是吧？宿主不懂，请不要巴巴。系统淡定道。此乃极品丹药，只是效果是健胃消食而已。闻言，我竟无法反驳，无奈下只好继续等待明生值的上涨。可当其涨到1700点时，就彻底涨不动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的名声在这北海天域还不够响亮？叮！这是因为宿主这次名声传播的质量不高，名声值的高度取决于2点：一是宿主在别人心中的实力，二是他们本身的实力。听到这个解释，我一下就懂了。虽然我击杀了赤霄老怪等人，但在外界猜测，我的实力大概只有2阶或者3阶，惊人程度还远远达不到瀚海帝君那样的绝世强者。例如，他的帝号叫瀚海，所以此片天域才被称作瀚海天域。而瀚海天域中最大的几大势力分别是一地宫、3大教、7世家、10圣地。我如今展现出的实力，完全没有惊艳到那些7世家。看来给瀚海帝君的信还得继续写啊！可正当我写到一半时，又被打断了。老夫殷天尊特来拜会顾长风老祖，还请赏脸。一听到这声音，身为圣主的萧破军立刻腾空而起，如临大敌地对峙着殷天尊。他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压迫感远超过此前的赤霄老怪3人。而正在挑大粪的殷九玄见到自家族老亲临，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粪桶。作为7世家之一殷家的核心子孙，他何时受过这种委屈？等族老踏平这天极仙府后，我一定要让那萧破军吃屎。可到来的殷天尊并没有对萧破军发难，反而极为客气地说道：天极仙府圣主，老夫殷天尊特来天极仙府请罪。几日前，我那不孝子孙殷九玄。后面的话殷天尊没有再说下去，但萧破军已经明白了。好家伙，那狗东西隐藏得够深啊！家中还有此等修为的长辈，但面对一位地境强者的请罪，萧破军丝毫不敢托大，连忙拱手道：还请前辈到我问天殿，稍作等待，我这就禀报老祖。底下的殷九玄见着自己族老来请罪，表示非常不解，为啥族老不回家去搬另3位族老啊？直接4打1，干他丫的！而这时他脑海里也响起了殷天尊的声音：玄儿莫急，老夫自有妙计。听见自家族老这么说，殷九玄心中表示这把稳了。萧破军在将殷天尊送到问天殿后，立刻来到九霄云台朝我禀告：老祖，方才来之人乃是幽冥鬼域圣主殷九玄的长辈，对方实力很可能达到地境3重以上。听见来的是一位3阶大地强者，我瞬间来了兴趣。这样，你先去招待他，我稍后就到。1刻钟后，在问天殿的殷天尊等待的实在有些心烦，不解地问道：自圣主，顾道友为何迟迟未到？这个老祖行事，我这个做弟子的也不敢多问，还请见谅。或许再等一会儿，老祖应该就来了。然而这一会儿又是3个时辰过去，一旁的殷九玄直接就怒了：萧破军，你家老祖好大的架子！九玄儿，住口！我等是客，又是登门赔罪的，等上一回又何妨？殷天尊说完后，又暗暗传音道：九玄儿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这明显是顾长风老祖在试探我们的诚意啊！他不怕老夫发怒，说明他的实力确实是3阶地境无疑。殷九玄听闻后，立刻闭上了嘴，心想着这帮老东西套路真是多。而此时的萧破军也略微有些尴尬，自家老祖怎么还不来啊？方才不是说稍后就到吗？就在此时，问天殿外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殷天尊立刻瞩目望去，不由自主的轻声疑惑了一句：这是凡人？这时我稍有些喘气的走入殿内，他丫的，走了这么长的云梯和山路，真是累死我了。没错，我迟迟没到的原因不是我不想来，而是一直在赶路中。从九霄云台到这里，足足走了10来公里的路程。这位道友，属实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说吧，我拿起桌子上的茶杯一饮而下，但这普通的形象在殷天尊的眼中，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。此人莫非有强大的秘宝，隐匿了修为，还是说修为远高于我，亦或是传说中的9阶地境才能修炼的逆天功法？
凡尘炼心。阴天尊用尽全力去观察对方一举一动，甚至眼中都出现了血丝。可无论怎么看，都是一个凡人，不折不扣的凡人。但凡人又怎么会一招秒杀3位大帝？于是他口气更加客气道：“嘿，顾道友，我此次是特地登门请罪的。殷九玄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尊下，冒犯了天极仙府，还请网开一面。”他说着说着，便从袖口处掏出一个储物戒，这里面有3万极品灵晶，用于赔偿天极仙府的损失。萧破军听到这话，眼睛都直了。3万极品灵晶，那可相当于天极仙府10年的收入。不过对此我却不屑一顾，灵晶有个屁用啊！我要的是名声值。说罢，我又开启了装逼模式。3万，你当本座是叫花子啊？然而阴天尊听到我如此看不起他的话，却不怒反而道歉道：“顾道友，怪我！极品灵晶对于一般修士确实作用极大，但像你我这样的地境修士，用处聊胜于无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正好前几日我偶然钓到了一条大鱼，与道友共享，不知这美味如何？”闻言，我不仅被他的脾气震惊到了，这家伙的脾气也太好了吧！我都这么激怒他了，他还要请我吃鱼，要不我直接出手得了。可这样我就落入下乘了，传出去有损我形象。另一边，阴天尊的内心也是不断的活动着，这家伙敢如此嚣张，实力定然不怕我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于是他立刻拿起身旁的鱼篓，放到了茶案上面。只见竹子编织的鱼篓之中，一条拥有黑白条纹的鱼儿正在活蹦乱跳。萧破军见此不解，问道：“殷前辈，这鱼？此鱼非是凡鱼，乃名为虚鲲，是我垂钓整整1300年才得此一尾啊！”说到这里，阴天尊心中颇有一种成就感，对此我也是暗暗佩服，1000多年才钓上来一条，真是个空军佬。顾道友，这虚鲲可是难得的宝物，只要吃上一口，就能增加我们地境强者的修为。今日你我共同享用此佳肴，如何？闻言，我一口气答应了下来。毕竟穿越这100年间，我可真没有吃过一顿好的。妈耶，修仙者基本上都不用吃饭，以至于我这九霄云台里除了丹药就是灵草，我他妈整整吃了100年素啊！而这时，阴天尊已经熟练地开始处理虚鲲鱼了。一旁的阴九玄是彻底看懵了，自家族老不仅拿出虚鲲这种奇宝，又拿出绝世珍宝阴阳根生草和无根之水，这么多宝贝，怎能和一个外人分享呢？于是他悄悄传音道：“族老，这不值啊！”阴天尊回传：“玄儿，如此珍宝，你莫非真以为我要拱手送人吧？这虚鲲肉配合阴阳根生草，就是一剂猛毒。寻常地境，只要一口鱼汤，丹田会瞬间爆炸。老夫来此之前，特意去3大教之一的丹心圣教讨要了3枚地级护脉丹，而姓顾的小子可没有地丹辅助，老夫敢保证，他一片鱼肉下肚，不出半刻钟必会爆体而亡。”转眼间半个时辰过去，一碗金黄色的鱼汤呈现在众人面前。我问系统，他说这鱼肉地境吃了都能增加修为，我吃了能不能帮我修复被大道天劫劈坏的经脉什么的？系统翻了个白眼：“请宿主不要白日做梦了，你这具身体是被大道天劫损坏，吃这东西根本没用。”对此我反倒是没觉得意外，那就开始享受美食吧。于是在我夹起第一片鱼肉，在阴天尊一脸期待中放入嘴里时，他表情变得极为阴冷。“顾道友，这菜味道如何？”“美味，甚是美味。”“好小子，嘴硬是吧？我看你还能吃几片。”阴天尊也不等我拒绝，硬是往我碗里夹了几片鱼肉。我也不多想，吧唧吧唧的吃起来，还嗦了一口汤。“阴道友啊，你也吃啊，别光看着我吃啊。”这一点阴天尊早有预料。只见他镇定自若地夹起一片鱼肉放入嘴中，顿时狂暴的能量瞬间席卷了他的丹田。他连忙调用之前服下的地级护脉丹，将这股能量进行转化。大约40个呼吸左右，他的丹田才渐渐归于平静。还是低估了虚鲲和阴阳根生草的威力，仅仅一片鱼肉就消耗了3枚护脉丹1/5的药力。他属实想不通，为什么我吃完后表情会如此平静？难不成他也提前服用了地丹，还是说他的修为远超于我？这时我也注意到了，阴天尊吃了一口鱼肉后就愣在那儿老半天不动筷子，于是问了一句：“阴道友，你胃口不行？”透过这句话，阴天尊感受到了赤裸裸的挑衅。“我的胃口指定比你好啊！”说着，他夹起一片鱼肉再次吞入嘴中，强忍着腹部的难受，他再次开口道：“顾道友，该你了。”对此我当然没有客气，马上又吃了一口。阴天尊见此也不甘示弱，于是我一片他一片，开始了激烈的极限喂食挑战。这一幕让一旁的阴九玄冒出满头冷汗。族老，你一定要赢啊！尽管阴天尊曾说过自己和顾长风5-5开，但阴九玄不傻，这一片又一片鱼肉下肚，很明显族老已经越来越吃力了。很快他就消耗光了3枚地级护脉丹的药力。他望着碗里的第6片鱼肉陷入了沉思。吃还是不吃？
就在他犹豫之际，就听见我开口问道：“殷道友，这是又吃不下了？”说话间，我又夹起一片鱼肉吃下。听到这话，殷天尊他怎么能忍？咬了咬牙，吞下第6片鱼肉。由于这次没有地丹的辅助，鱼肉中的狂暴能量在他体内疯狂乱窜。为了压制住他，殷天尊的境界直接掉到了2阶地境。好在最后是成功了，但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哪怕再没有能力缩口汤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殷九玄兴奋地向他传音道：“祖老，您看，顾长风老祖撑不住了。”殷天尊立刻定睛一看，发现我的脸色确实变得比刚才难看了一点，难不成事情的转机来了吗？然而在他们一脸期盼中，我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，拿出了之前抽到的那瓶健胃消食片。殷天尊仔细一看，整个人直接麻了，那满满一瓶子的丹药品级竟全部都超过了地阶，哪怕是3大教的丹心教主都练不出来。可更让他惊恐的是，这种在他眼中的神级丹药却被我一把一把的吃掉。这一刻，他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实力，内心中已经隐隐生出了逃跑的想法。可在我的眼皮下，他居然发现自己连迈腿的勇气都没有。吃完健胃消食片的我，那股饱腹感立刻就消失了。低头一看，发现一条鱼已经被我吃完了，但鱼汤还剩一大锅。于是我给自己盛了一勺后，又给对面的殷天尊来了一勺。殷道友，来，原汤化原食，再喝点汤。听到这话的殷天尊连忙摆手：“不了不了，我已经饱了。那这么多鱼汤不喝多浪费吗？再来一点吧。”殷道友，在下真的已经饱了，而且我家老母好像要生了，就先告辞了。别，就一口，喝了再走。难道说殷道友不给我这个面子？此时此刻的殷天尊是真的怕，但他值得高兴的是，他从这话中了解到，只要他喝了这最后一口汤，就能离开了。他发誓离开这里之后，绝对不会再搭理殷九玄这个龟孙子。可谁知他刚刚喝下去一滴，丹田就开始剧烈膨胀，片刻后突然炸开。殷九玄望着突然爆体的族老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。同时，我也被这一幕吓了一跳。这殷氏家族都这么不讲卫生吗？老的窜了一地的稀就算了，小的直接跪在答辩里哭起来了。这人绝对不能要了。殷九玄啊，这位殷道友是你的长辈吧？赶紧把他的尸首给带回族吧，顺便你也不用回来了。谁知听到这话的殷九玄瞬间惊恐万分，他想起了殷天尊生前对他的教诲。玄，你上当了。如今顾长风又要放自己走，殷九玄已经感到绝望，但他又能怎么办？只能听命行事。毕竟他一个小小的圣人境巅峰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恐怖如斯的顾长风？只待他回到家族后，请家主定夺了。于是他用乾坤袋收下殷天尊的尸首，匆匆离开了此地。望着英雄远去的背影，萧破军喃喃自语：“老祖竟没有杀他。”一开始他真的以为殷天尊是来登门请罪的，直到后来他才发现，老祖和殷天尊一直在暗处较劲。而此时的我感觉血亏死了，这人怎么能给自己撑死啊？就不能让我杀了，给我增加点名声值吗？3日后，7大世家的殷家祖地内，有4位老者审视着跪在地上的殷九玄。这些人无一例外全是地境为首的殷氏家主。殷导分析道：“能把天尊逼到连逃走的勇气都没有，那顾长风老祖修为简直深不可测。家主，如今天尊已死，我们就不讨论了。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搞明白顾长风放九玄儿回来的用意。”这时，一位2阶地境的族老突然提醒道：“家主，这会不会和那件东西有关？”一提到那件东西，其他众长老脸色大变，最终殷导不由得感叹一声：“瀚海天域的天要变了。”随后，他从腰间拿出一个紫色的小葫芦。罢了，既然这顾长风要与3大教去争，和瀚海帝君去争，那我就成全于他。九玄儿，你把这个带到顾长风老祖的手上，记住，你去之后暂时不要回殷家了。我们殷家从此刻开始退出7大世家行列。殷九玄抬起头来，一脸的不可置信：“家主，我殷家纵横天域100万载岁月，难道真的就怕一个顾长风？”殷导看着一脸无知的殷九玄，感叹道：“你一日不入地境，根本无法理解那顾长风的恐怖。”说罢，他不再多言，随着众人一起遁入虚空中。短短片刻，只剩下殷九玄孤零零1人。可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整个殷氏世家仅用了3个时辰，所有5宗境以上的强者全部倏然消失。九霄云台内，我正听着系统的播报，叮，检测到宿主震慑住整个殷氏世家，名声值正200，名声值正100。短短一会儿就要突破到5000，要知道达到5000点就能解锁系统商店，只可惜涨到4733点就卡住了。但我还是很开心，系统啊，我那个殷道友是窜稀撑死的，也能算到我头上。是的，只要是宿主间接或者直接导致目标死亡，都可以增加名声值。那杀一个3阶地境
就能增加这么多名声值，那岂不是杀了瀚海帝君就大宝？就在我满心欢喜时，外界却响起了萧破军匆匆忙忙的声音。老祖，大喜事啊！就在刚刚，7大世家之一的殷氏家族送了一件中阶地宝过来赔罪，并承诺他们会彻底从瀚海天域消失，绝不会报复我们一名弟子。话音落下后，殷九玄极不情愿地拿出了4阶地宝紫宝葫芦。我看着手中能买下一整个天级仙府的紫葫芦，淡淡评价道：“哎，废品一个，还不如送个大帝来的实在。”可不曾想，这一句无心之谈，却让殷九玄欲哭无泪。家族重宝在老祖眼中都是废品，看来我永远没有机会让萧破军吃奥利给了。老祖，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定夺。如今我们天级仙府吸收了原3大圣地的资源，但很多长老位置都是空缺的，该如何填补？还请老祖指示。破军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弟子想面向整个瀚海天域召开一场长老招募会，定下丰厚的酬劳，吸引大量的散修。我直接点出其中关键要素，毕竟天级仙府缺的从来都不是圣人，这些人在帝境面前不过是蝼蚁罢了。但瀚海天域明面上只有瀚海帝君一位帝境，至于其他的帝境都没有在明面上暴露过自己，究其何原因，没人清楚。而他们一个小小的仙府，又如何邀请到帝境？思绪间，萧破军见我朝他丢来一个紫宝葫芦，这件4阶地宝就用作招募帝境强者的酬劳。除此之外，愿意登临仙府的帝境，无论是否愿意成为长老，宝库中的圣物都随他们挑选。这大手笔的一幕，直接给一旁的殷九玄听傻了。要知道，圣物和地宝可是一个势力的底蕴，顾长风居然当大白菜送人，而且这种用重金砸出来的客卿，谁能保证他不会叛变呢？虽然萧破军也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，但老祖做事肯定是有更深的用意的。于是他拿着4阶紫宝葫芦走出了九霄云台，开始安排这场招募盛会。一时间，各大势力暗流涌动。3日后，天极峰上人满为患，独行的散修、宗门的长老以及皇朝的皇室都来了，甚至还有一些各大势力的探子，比如穆清雪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来自3大教之一的皓月仙门，有3阶地境修为。这次他的任务主要是打探顾长风的虚实，以及争夺4阶地宝紫宝葫芦。至于为什么要选他，主要是看中他过分稳健的性格。例如他如今已修炼到地境，成为了皓月仙门隐士大能，却始终如一和杂役弟子住在一起。更离谱的是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惹了他，他也会先忍受下来，打听这个弟子的所有人脉关系，确认不能威胁到他之后才会出手。而此刻他已用秘法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位武宗境界的女子。木丫头，老夫与你也有300年未见了吧？果然不管过去多少岁月，你都是这么稳健。听到这话的穆清雪一惊，她竟被一位小小的武皇强者发现了修为。随即她仔细感受一番，顿时翻了翻白眼。2阶地境单星教级别的人物悄悄化妆成武皇，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？放屁！老夫这叫谨慎。正所谓地境才能发现地境。随即2位过分谨慎的地境大能开始用神识对骂起来。另一边，我正听着萧破军的汇报。老祖，这次招募报名的强者很多，光是圣人境就有400多位。有地境否？萧破军摇了摇头，回应道：暂未发现地境大能出现。闻言，我轻轻挥手，示意他退下。没有地境的话，我还是先苟在九霄云台好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龙吟声响彻，随即一道人影脚踏蛟龙而来。顾长风老祖何在？混在人群中的穆清雪和严老怪2人定睛一看，异口同声道：地境，而且还是完全陌生的地境。此时我也被这道嘈杂声引了出来，毕竟这位如此气势，很可能是一位地境，但不是的话，我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绝世强者的形象。可当众人看我一身凡人的修为后，都忍不住一惊，我竟看不透他的修为，不愧是能灭3大圣地的存在。在下楚狂人是一位散修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瞬间哗然，只有同为散修的他们才能明白，散修要修炼到大帝有多难，就如同于男人生孩子一般。所以今日楚狂人的横空出世，让这群散修热血沸腾，口中不知不觉地喊出一句：谁言散修无大帝？而楚狂人等的也是这句话。他面对着数万修士，朗声道：我楚狂人天生圣体，10岁便入武皇境，可越级斩杀金翅大鹏；18岁入武军境，随后战38路古之武军，此一战天昏地暗，从此龙须一骑中再无人敢称武军。35岁时登临大帝之境。楚狂人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异常的自信，现场的数万修士全都被感染了。难以想象，只用35年就从凡人修炼到武帝，这是何等妖孽的天赋！前日我听闻道友以1敌3，连灭3大圣地，如今我已正得1阶地境圆满，因此特来与道友一战，互相
当印证。我冷冷回绝：你不行，太弱，而且但凡敢挑战我之人，没有点到为止，只有死这一条路。顾长风，你未免也太猖狂了！不要真以为自己独占三大强者，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。说话间，楚狂人手中出现了一柄金色长枪，而他如此自信的原因还有一点，就是他的黑色铠甲内寄养一位远古时期的超级大能的灵魂，实力相当于6阶地境。嗨起！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大地能力，随机匹配特效中。丁大荒求天指同款特效匹配成功。只见天穹上风卷云起，随着一只巨大手指倾泻而下，楚狂人惊恐地发现自己在这道巨指下不仅无法运用灵气，甚至连移动都做不到。他此时真是肠子都悔青了，还请前辈救我！生死之间，他胸口处一道黑色的残影出现，但仅仅只是半秒钟，这道黑色残影就和楚狂人一起湮灭在巨指下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瀚海天域位面之子，名声值正2000，以及获得白色宝箱1个。由于名声值已达到5000以上，商城功能已解锁。我说出场逼格咋这么高？原来这是位面之子啊！不过这个白色宝箱是怎么回事？击杀位面之子爆的物品吗？伴随着宝箱被开启，依次获得龙神地宫地图1份，密钥1份。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龙神地宫遗迹，需3日内前往此处获取龙神遗骸，成功解锁签到功能。失败，名声值清零，并且宿主是凡人的事实将暴露。听到这个任务，我嘴角直抽搐，让自己这种没有修为的凡人过去，岂不是稳稳的送人头？想让我死你直说啊，何必这么弯弯绕绕？而此时的穆清雪和严老怪内心也是极度震撼，刚才那一指太过惊世骇俗，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而且那楚狂人被湮灭之前，有一道极其强大的气息曾出现过，可依旧被抹杀掉了。6阶地境被一指灭杀，这瞬间让穆清雪和严老怪生出一身冷汗。不行，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可就在他们2人刚要动身时，却发现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了他们2人身上，两人心间猛然一颤。然而经过漫长的3个呼吸后，发现我已移开目光，两人顿时心中松了一口气，随即他们心中疑惑重重。严前辈，顾长风老祖发现了我们，却不杀我们，究竟有何用意？别忘记，今日可是天极仙府的招募大会。听到严老怪这么一提醒，穆清雪悟了，这是希望他们加入天极仙府。随即2人不再遮掩，一身地境的修为瞬间爆发。小女子穆清雪见过顾长风老祖。在下严老怪见过顾长风老祖。然而我却并没有回应他们2人，而是一直心心念念着龙神遗迹怎么办，这让过分谨慎的2人更加胡思乱想起来。难道老祖认为我等诚意不足，所以并不满意？想到这，2人异口同声道：我等愿加入天极仙府，并且献出3万极品灵晶。穆清雪听着这话，气死了，这严老怪竟背叛他。于是他赶紧补上：小女子出3万5，我出4万，我出4万5，我出6万。穆清雪只好作罢，她全身的家当只有5万，而严老怪则是内心暗喜，跟老夫比财力，你还嫩点儿。然而就在2人期待着我的回应时，我却问出了另一件事：你们2个知道龙神地宫遗迹吗？听到这话，穆清雪和严老怪身体猛然一颤。龙神地宫遗迹，他们不仅听说过，而且还很熟，因为就在半个月前，皓月仙门与丹心圣教的老教主进入了其中。我们听说过。好，3日内随我一起前往龙神遗迹。哈哈，这2人都是地境，不正好可以当自己的随身保镖了吗？到时下副本，地境之下的小怪就由他们2个清理，碰上大怪就由我自己来。2日后，一座幽暗的峡谷内，一位男子手握一轮盘，此盘是一件6阶地宝，名曰天机盘。而在他的面前，有一道布满了禁制的石门，即便达到7阶地境的他，也没办法用蛮力打破。他正是丹心圣教第3代教主陈岩。不对啊，按照天机盘的演算，那个开启遗迹入口的位面之子应该早就出现了，可如今位面之子呢？我明明已经推演上万次了，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那个位面之子会开启遗迹入口。就在他思考之际，一位与他同等气息的绝美女子走来，此人则是皓月仙门教主李月娥。她和陈演一样，也是在这提前等位面之子出现。当然，她也遇到一件怪事，就是最近这2日，龙神地宫遗迹的位置好像暴露了。刚刚他去峡谷外面看了一眼，已经有大量的修士从4面8方汇聚过来。不可能啊！当初我明明用秘法屏蔽了这里的气息，怎么还能被别人找到？而这时，我带着穆清雪和严老怪正在这处峡谷中散步。除此之外，整座峡谷中还有不少修士，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宗门。这正是我的计划之一。熟读修仙小说的我可是深知，这些修仙者没一个好东西，来挖他们的坟，不死2个是不可能的，更别说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。所以我把此消
消息放了出去，让整个瀚海天域的散修来排雷。前辈，前方就是遗迹的入口了。穆清雪指着石门方向道。我顺其方向望去，正好看到了一脸凝重的陈琰和李月娥，当然他们也看见了我们。陈琰放下手中的天机盘，诧异道：烈阳，你不是应该在天极仙府吗？怎么来这里了？雪丫头，你又是什么情况？随即他们又把目光聚焦到我身上，却发现这个玉树临风的男子，他们竟看不透此人是谁。作为瀚海天域屈指可数的超级大能，李月娥自然不会蠢到认为眼前这个他看不透修为的男人只是个凡人。但问题是，连7阶地境的他都看不透的人，说明修为已经达到了8阶乃至9阶，而8阶以上修为的，整个瀚海天域目前只有一人，那就是瀚海帝君。关键瀚海帝君和他一样是女的，排除掉这个选项之后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此人定是天机盘推算的位面之子。想到这，他将穆清雪拉到身边。雪丫头，交代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你为何会和位面之子在一起？穆清雪闻言一脸懵。老教主，什么位面之子？这位是顾长风老祖前辈啊。之后穆清雪将前2日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。听完后的李月娥一脸震惊。什么？哦，位面之子被这小子一指灭杀了。事关重大，李月娥悄悄给陈琰传音道：位面之子叫楚狂人，已经被顾长风给劫杀了。我耳朵不聋，早听见了，而且刚刚我已经用天机盘推算过他。结果怎么样？不可算。何为不可算？不可知，即为不可算。在他的命格中，似乎有一种超越天道的存在，所以我无论怎么推算，天机盘给出的结果都只有一个，他是一个没有修为、彻彻底底的凡人。随即陈琰收起天机盘，恭敬地行礼道：在下丹心圣教陈琰，见过顾道友。在下皓月仙门李月娥，见过顾道友。丁，宿主成功完成一次超高质量名声传播，名声直正1万。听到这声问候，我一脸似笑非笑地看向穆清雪和严老怪。哟，居然碰到2人的老乡了。他们2人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。前辈，他们就是我们以前的老教主，但如今我们已经加入了天极仙府，自然会竭尽全力为天极仙府做事，与他们再无瓜葛。肉眼可见，2人十足的狗腿子。他们以前的教主见到顾长风都要屁颠颠的行礼，2人当即表示忠心。而2位老教主看见这一幕，嘴角都抽了抽。好家伙，让你们去调查，结果直接投敌了。不过作为瀚海天域真正的大人物，2人都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秘境，所以并未发怒。而此时所有人都在各怀鬼胎，陈琰2人都在考虑如何利用我的身份一起来进入秘境中，而我在想如何利用下这2位教主，好好刷一波名声值。此时又有3名灵气外溢的强者飞来，为首的赵成一脸的诧异，居然有人比我们快，而且看样子还是5个凡人。但作为5皇强者的他，少说也是苟了上千年的人，自然不会真草率的把几人当作凡人，于是一脸谦虚的试探道：几位也是来此寻机缘的？陈琰几人并未回答，想看看我是如何回应的。对此我淡淡点头，既如此，若几位道友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同行如何？在下赵成，这2位是司马勋和司马区2兄弟，我等君来自大晋皇朝的星云宗。说到这，赵成继续试探道：不知几位道友闲详何处？对于星云宗这个宗门，我在脑海里思来想去，发现根本没有听过，那就说明是一个小地方。换句话说，眼前的老道修为绝对在大地之下，是可以轻松秒杀自己的存在。于是我姿态放得更低了1分，我等都是散修，修为松散，不值一提。穆清雪也附和道：对，我们都是散修，修为不高的。赵成听完呵呵笑道：就算几位是散修，肯定也不是一般的散修，以在下5皇境的眼力，根本看不出几位的真实修为。听到对面白是5皇，我身躯一震，5皇可做到灵气化形，强的一逼啊！所以我决定再低调些。原来是赵前辈。听到我说出前辈2字，陈琰和李月娥2人一阵遐想，顾长风这般的旷世大能，居然对5皇称前辈。老家伙，你怎么看？顾长风城府极深，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目的。我们顺着他说的做就是，等进入遗迹后，我们兵分2路，再去寻龙神遗骸。所以他们2个也装成了5皇都打不过的小弱鸡，对赵成称呼为前辈。至于穆清雪和严老怪2个，他们本来就过分稳健和超级谨慎，装孙子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。赵前辈，我们确实只是普通的散修，至于你为何看不透我等修为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秘法，可以屏蔽自身气息。说完，穆清雪就伪装成了一个连武王都不是的武灵境。赵成这时一看，除了我之外，其他4人的真实修为都渐渐清晰
晰了，原来是4个武灵境的小辈。于是刚才那种恭敬的态度瞬间消失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锐的女声出现在峡谷之中：“你们给我站住！”随即，一名红发少女从天而降，在她身后还站着一个蒙面人，气息不弱于赵成，显然又是一名武皇强者。最终，在2位武皇强者商量下，一起进入秘境，可转眼就被石门上的禁制难住，发现无论尝试何种攻击都无法打开，硬的不行，只能来软的了。最终在赵成研究下发现，石门上的禁制最终都汇聚在一个点上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地方应该是阵眼，想要进去就必须要找到与之匹配的钥匙。司马勋问道：“赵老，如此说来，这道石门我们就打不开了吗？”唉，目前是这样的。这时我插嘴道：“你们说的是这东西吗？”众人看向我手中的钥匙，一时都傻了眼，尤其是陈岩更是不可置信。想当初他曾用天机盘推演过密钥的方位，得知是在天域的极北之地，他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此处，却得知密钥又跑到了极南之地，不得已下他又去极南之地。可是总与愿违，当他来到极南之地之后，天机盘再次给出了新的指示，密钥被位面之子得到，而位面之子的具体方位无法测算，他只好推算位面之子开启遗迹的时间，故而来此一直守着。此刻他看着我手中的密钥，越发意识到我深不可测，什么一人秒杀3圣地老祖，什么长老招募大会，全都是局，对位面之子布下的局，一步一步的将位面之子引诱出来，再将其截杀。联想到这，他不敢再往下想了，他自己也可能是这盘棋中的一枚棋子。而这时看着我手中的钥匙，红发少女第一个凑过来，二话不说的就将其拿走。靠，这小女孩一点礼貌也没有，本老祖都没说要给你，你就拿，等你修炼到大帝之后，看我怎么打你屁屁。而此时的少女已经拿着密钥走到石门前，然后对着黑点插了进去，随后石门缓缓开启。看到这里，众人一脸不可思议，没想到一群武灵境的小卡拉米真有其钥匙。回过神的他们纷纷向我发出组队邀请，觉得我是拥有大气运之人。稍微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选和红头发妹妹一对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懂的都懂。至于陈衍和李月娥二人，在石门开启后就与我们分道扬镳了。丁，宿主成功进入龙神地宫遗迹，获得抽奖次数 X2， 太好了，又能抽奖了，希望这次可别再来什么健胃消食片。恭喜宿主抽中洗发水1瓶，沐浴露1瓶。西头，你是不是欠销啊？这2样东西在修仙世界有什么用啊？就在我郁闷之时，突然听到红发少女徐燕兴奋地喊道：“前辈快看，前面有一片药园，想来此处就是龙神大帝当年用来培育灵植的地方，这可是一场大机缘啊！”燕儿，快看，那里有黄级的灵魂花，足足有上万之数。徐燕和蒙面人冯叔二话不说，开始疯狂地往乾坤袋里面装。要知道这里随便一注，拿到他们大齐皇朝都会遭到无数修士的哄抢。很快2人就装满了整整4个乾坤袋。冯叔，你还有多的乾坤袋吗？没了，我这也只剩最后1袋了。哎，这剩下的灵芝怕是与我们无缘了。徐燕指定不想就这么离开灵药园，于是将目光打量在了我们身上。前辈，您还有多的乾坤袋吗？能不能借我几个？此时冯叔也走了过来，若道友愿意相助，日后我们大齐皇室欠道友一个人情。在他看来，我这样的小散修有那么3、5株就够了，根本不需要用乾坤袋装。而他用了一个宝贵人情去换一些我用不上的草药，实在是没有拒绝的可能。但我听到这话依旧无动于衷。冯叔见此皱了皱眉，如果道友嫌条件不够，出去之后可加入我们大齐皇朝，享受和皇室同等的修炼资源。可我依旧保持沉默，因为我要是有乾坤袋的话，刚才在这傻站半天干啥？无奈之下，我只好询问身后的穆清雪2人，你们带乾坤袋了吗？有的有的。说话间，穆清雪和严老怪一人拿出一个，扔给了徐燕儿，而他们2人又继续收割灵草去了。雪丫头，这灵药园中都是些垃圾灵植，根本就不值得带走。严老怪传音道：“你说顾前辈为何要让我们借乾坤袋呢？”不知，恐怕前辈另有打算，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吧。2人就这么一直盯着徐燕收割这些垃圾。然而就在他又装满一个乾坤袋后，土地开始震动起来，随即一道摄人心魂的兽吼声传来：“人类，放下你们手中的灵芝，本虎可以只吃1个。”放肆！就凭你这头畜生，也敢口出狂言！冯叔自信自己也是武皇巅峰，根本不惧这头黑虎，只交手一招，冯叔就被震得口吐鲜血。道友，此黑虎的修为已达半步地级，仅靠我一人恐怕难以抵挡，还请道友与我联手将此黑虎除掉。日后我返回大齐后必有重谢。这时黑虎也注意到我了，他惊奇地发现我身上竟毫无修为，
至于我身后的2个武灵镜，早就被他忽略掉了。虎生多年的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不正常，绝对不正常。于是他也对我朗声道：“道友，你可千万不要和这个蒙面的联手，等本虎吃掉他后，带你去找遗迹中更好的东西。”这一刻，穆清雪2人突然悟了。原来如此，顾前辈一切的谋划都是为了引出这头黑虎。只要有了这头黑虎引路，不能说直接找到龙神大帝骸骨，至少也更近了一步。可众人不知的是，我看见这头黑虎时，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此时徐燕儿见我迟迟没有表态，十分迫切地表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前辈，你若愿意和冯叔联手，我返回大齐后，定会让父皇给前辈封王。对此我依旧没有表态，但此时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。冯叔被黑虎一掌震碎了内脏。燕儿，快走！冯叔，我不走。黑虎巨大化的虎掌再次扑来，如同山呼海啸一般。冯叔见此要进行最后一搏，周身环绕着金色的灵鸦。此人不愿意出手相救。燕儿，你快逃！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徐燕含着泪水拼命地逃跑。他发誓回到大齐后，定要此人付出血的代价。本虎向来言而有信。人类，说吧，你想要寻找什么宝贝？龙神骸骨在什么地方？你说的不会是龙神大帝的骨头吧？如果你要找这个东西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你刚才不是说你虎生向来说话言而有信吗？主要是龙神大帝的骨头在地宫中央的问神塔顶，想要上去的话，必须要经过我父亲的同意，但他比较讨厌人族修士，你要是去的话，肯定会被吃的渣都不剩，所以你还是要点别的吧。你父亲什么修为？黑虎听见这个问题，立刻抬起自己高傲的头颅，自豪道：我父亲的修为，说出来吓死你们。这么说吧，你们人族的圣人，在他面前也就是一巴掌的事。大帝吗？对，按照你们人族的境界划分来说，就是大帝境。怎么样，吓到了吧？可他却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不但不怕，还一脸迫不及待道：快带我们去！黑虎一时间有些懵了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如此主动找死的人族修士。他边在前面领路边想着：爸，儿子来孝敬您了。另一边，问神塔的第8层，一名绝美的女子，表情十分痛苦地盘坐在地面上，用尽全力调转着丹田内的灵气。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，丹田中的业火不断灼烧着他的修为。9阶地境、8阶地境、7阶地境，仅仅1个时辰，他的修为直接从9阶地境跌落到圣人境巅峰，而且还在继续往下跌落。这第8层的试炼，居然是天道诅咒。当年龙神大帝果然越过了最后这道劫。他看着不断衰弱的自己，发出无奈的叹息。这天道诅咒足以让我失去全部修为，龙神骸骨，我终究差了一步。最终，他的修为全部被诅咒吞噬，成为了一个凡人。此时，他的身体开始变得苍老，寿元也所剩无几。想不到我瀚海帝君纵横天域数十万载，最终要陨落在这小小的塔里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跟随着黑小虎来到了地宫中央，这里有一只更大的老虎在打盹休息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爹黑心虎。那你是不是叫黑小虎啊？黑小虎闻言，一脸诧异道：你怎么知道？这时穆清雪向远处望去，发现黑心虎的修为达到了地级2阶，隐隐有突破3阶的迹象。爹，我回来了。臭小子，你还晓得回来？是不是又跑到灵药园偷吃去了？老子说多少遍了，那是你伯父龙神大帝的药园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你不能去吃，哪怕只是一些黄级的垃圾灵芝。爹，龙神伯父不是早就嗝屁了吗？那灵药园都荒芜了。放屁！老子和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龙神伯父没死，没死懂吗？黑小虎闻言翻了翻白眼，龙神伯父死的都只剩骨头了，你还说没死？你当我还是300岁的小孩啊？蠢货！那是你龙神伯父飞升后留下的仙人遗退，乃是大机缘。正因如此，现在地宫内已经来了不少人族修士，就是为了这骸骨而来的。当初我受到你龙神伯父不少恩惠，所以你记住，我们身为问神塔的守护者，哪怕是死，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，明白吗？巨虎说到这里，抬头看了看问神塔顶，其实就在不久前，来了一位强大人族修士，给他一顿胖揍。你小子修为不到地级，最近就不要到处乱跑了，免得被人族修士给扒了皮。爹，这你可就说反了。黑小虎舔了舔毛之后，又指了指身后的几人。你看，儿子，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我要吃一个。黑小虎舔了舔嘴，然后跑一个。最嫩的这3个人，看上去肉可能有点硬。爹，你别嫌弃啊。真是长大了，知道孝敬老子了。巨虎为自己突然懂事的虎儿子感到欣慰，正好他还有一肚子的气没消呢。之前那个人族修士打不过，现在吃这几个武灵镜总没问题了吧？说话间，他朝着我们不由分说发起攻击。尘烟弥漫间，巨虎哈哈大笑，舒坦，一掌把3个人族小修士拍死。这种解压小游戏让黑心虎的心情舒畅了些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的笑声就停止了。只见烟雾散去后，我们3人全部都完好无损地站着，身上甚至连一点灰都没沾上。看到这一幕，黑心虎眼珠子都瞪大了，因为他看到刚才还是武灵镜的穆清雪和严老怪
怪两人。此时气息陡然攀升到了大地境界，而且明显超过了2阶地境，唯独中间那位还是一股凡人的气息。黑心虎不蠢，他看得懂，中间的那个男人才是这3人当中的主导者，必定是大佬中的大佬。他瞬间汗毛炸起，蜷缩成一团。黑小虎看着自己地境的老父亲，此时竟像一只猫一样炸毛，属实不解。爹，你怎么炸毛了？你这逆子带回来的什么玩意儿？真是笑死我了！随后，黑心虎赶紧趴着身体匍匐在我面前。几位前辈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之前都是闹着玩的，误会都是误会。龙神骸骨可在此处。面对我的提问，黑心虎快速回答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回前辈，再问神塔第9层。爹，你刚刚不是说您和龙神大帝交情甚厚，就算是死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吗？前辈，你别听着逆子胡说，我跟龙神大帝真的不熟。看着如此狗腿的黑心虎，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么多年瀚海天域明面上的大帝只有瀚海帝君一人了，搞了半天全是老狗啊！前辈，如果你们想要龙神遗骸的话，还请尽快登塔。刚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，现在应该在第8层了。什么？有人已经上去了？穆清雪和严老怪相互对视一眼。难道是老教主？听见这个消息，我心中也心懵了，必须抓紧时间了，不能被人捷足先登，否则隐藏任务完不成，自己没有修为的事情就暴露。黑心虎望着我们离去的背影后，长长松了一口气。好险，现在这些人类真是够了。正巧此时又有2位人类修士赶来，黑心虎仔细感受一遍又一遍，发现真的只是2个武灵境之后，他一声嘶吼，几乎要把之前受的气全都发泄出来。人族修士死！然而他刚刚吼出这一声后，面前这2人的气息瞬间暴涨，从武灵境直接攀升到大地7重。李月娥腾空而起，瞬间来到黑心虎头顶，一脚踩了下去。咦，这地宫中央居然有一头地级灵兽守护。紧接着，手持天机盘的陈岩赶了过来。前面这座塔应该就是推算出来的问神塔，而这头守护兽估计会知道龙神骸骨的具体位置。然而还不等李月娥开口询问，黑心虎便主动化身带路虎。2位前辈，龙神骸骨就在问神塔第9层，而问神塔也只有地境修士可以进入。刚才已经有4个人族修士上去了，其中有1人应该已经到了第8层了。2人听了之后陷入了思考之中。在陈岩2人的视角中，能够进入问神塔的必定是地境修士，那么就只可能是顾长风3人。至于第4个人是谁呢？陈岩问。你说看见了4个人，还有一个是谁？是一个女子，修为十分强大。你说第1个进入问神塔的是一个女子？巨虎猛点头。你确定吗？2位前辈，千真万确。李月娥闻言，神色瞬间严肃起来。是瀚海帝君，他竟然先我们和顾长风一步去取龙神骸骨去了。这个消息对于他2人来说十分不妙。我们快去登塔，先不要管这只猫了。说罢，陈琰和李月娥2人如幻影一般消失，直到过了很久，黑心虎都不敢抬头。爹，他们已经走了，你可以起来了。起什么起？起不来了。此时的黑心虎有些怀疑虎生，他堂堂地级2阶的灵兽，在天域里面不说无敌，起码也是天花板之一吧。但今日他居然被3次碾压，毫无猛虎尊严可言。现在外面的人族，个个修为都这么恐怖的吗？正当黑心虎陷入无限自我怀疑的时候，耳畔又一次传来了黑小虎的叫喊：爹，快看，前面又来了一波人。黑心虎整只虎浑身一激灵，因为这一次他看到了地宫中央排着队出现了8个人族修士。尽管这些人族修士都是武王修为，但他怎么看都觉得有些可怕。快，我们快躲起来！黑心虎心想，8个武王实在太恐怖了。很快，我们3人就来到了问神塔第1层，这里是一片深蓝色的混沌。穆清雪和严老怪刚刚进入，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地境威压。这问神塔不愧是9阶地宝，仅仅是第1层就模拟出了数倍1阶大帝的威压。烈阳前辈，这问神塔每登上1层，地威就强上1重。顾长风老祖，明知道我们达不到第9层，为什么还要带我们进入？雪丫头，这是在考验我们2人呢。毕竟我们刚加入天极仙府不久，顾前辈还不完全了解我们的真实实力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。紧接着，他们就随我一起来到了第2层，这里是一片深灰色的混沌。穆清雪刚踏入其中，就吐出一口鲜血。雪丫头，你没事吧？穆清雪服下一枚金色的丹药，调息一番后，才缓缓开口说道：没事，顾前辈已经上第3层了，我们快跟上些吧。第3层是一片红褐色的混沌，穆清雪刚刚踏上这一层，大脑就开始眩晕，整个身体都好像快要炸裂开。同一时间，严老怪也坐在地上调息，服用了一颗高级疗伤圣药。你们2个还能前进吗？顾前辈，抱歉，我估计要止步于此了。一旁的严老怪一边调息一边说道：顾前辈，我应该还能登上第4层。然而他每往前走一步，不
步伐都十分的沉重，简直和龟速没有两样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不顾前辈，我能够登上第4层。严老怪心中暗暗发狠，说什么也要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不必了，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的话，骸骨早就被第8层的那个人给带走了。想到这，我甩下严老怪，全速前进，似要一口气爬到塔顶。问神塔的第4层是一片暗黄色的混沌，第5层是一片墨绿色的混沌，第6层是乳白色，第7层是天青色。转眼间我就爬到了第8层，完全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这里不再有颜色，而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中间有一名女子盘在地上打坐，其他空空如也。叮，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，救命之恩，使此女子存活30分钟，成功将获得海量名声值，失败并无惩罚。是否接受任务？这没有惩罚只有好处的任务，我当然要接受。此时瀚海帝君脸色极度苍白，他看到一毫无修为的男子朝他走来，叹息道：唉，又来一个送死的，果然没有人能撑过这第8层的天道诅咒，所有人的修为都将会被吞噬。这时我走到他不到1丈的距离坐下，才发现这女子容貌真是绝佳，除了那一头白发略显苍老以外，绝对可以称得上头牌了。此时瀚海帝君见我与他面对面坐得很近，本能的想要拔剑，可当他正准备从乾坤袋中取剑时，才意识到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而已。过去的他坐拥庞大的瀚海帝宫，从没有一个修士能接近他身前100丈。他是瀚海天域的命名者，唯一的霸主，不容任何人有丝毫的冒犯。然而今日他却只能自嘲一笑，没有修为的瀚海帝君，还谈什么帝君之位？想到这，他也不再说话，静静的等待生命的流逝。系统，现在过去多少时间了？宿主才3分钟。要不先上去把龙神骸骨给取走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反正他现在活得也挺好的。再说他死了，我也没有惩罚。想到这，我大步走向前往第9层的传送光柱。可我不知的是，瀚海帝君望着我背影，低念一句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被震惊到了。只见我身影毫无阻碍走进传送阵，消失在了第8层。怎么会？难道地境威压失效了？他立刻站起身来，走向传送阵。最终他悬在半空的脚没有放上去，他敢肯定踏上去必死。随即他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刚才那个看似只是凡人的修士，真实的修为其实已经超越了9阶地境，来自于天域之外，也正验证他为何从未见过。另一边，问神塔第7层，陈衍和李月娥在打坐调息。还有1层，我们就能上第8层了。如今这地境威压还在，说明无论是瀚海帝君还是顾长风，都还没取到龙神骸骨。先不说那顾长风深不可测，瀚海帝君多年前就已正得9阶地境，哎，我们真能抢过吗？月儿，你看，我早有准备。只见陈衍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2枚黑色丹药。啊，这竟是通天玄丹！没错，只要凭借此丹，我们就可短时间将修为提升到9阶地境巅峰。哈哈，到时候我们联手，先杀了瀚海帝君，再将顾长风给除掉。李月娥点头，然后收下通天玄丹。此时他胸中已有90%的把握拿下龙神骸骨。可当他们来到第8层时，见到的却只有瀚海帝君一人，而且还是修为全失那种。二人随即对视一眼，显然不想错过这次机会。哈，陈教主、李教主，我劝你2人不要不识抬举啊！哈哈哈哈！瀚海帝君，你若修为尚在，我确实惧你3分。可如今你只是凡人，本教主想要杀你，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是吗？你就这么敢肯定你能杀本帝？陈衍和李月娥听到这话之后，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。只见他话音刚落，两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丹田仿佛如烈火一般开始燃烧起来。陈衍瞬间大惊失色，7阶地境、5阶地境、3阶地境，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，两人的修为迅速跌落到5宗境。他们也是此时才明白，为何9阶地境的瀚海帝君会成了一个凡人。月儿，快，趁着现在修为还在，杀了他！随即，二人爆发一身5宗境修为，杀向瀚海帝君。然而他们还未使出任何功法时，修为便已跌落到了谷底，与瀚海帝君一样成了凡人。问神塔第9层，我上来后发现这里的空间很小，除了一个金色棺木里放了一个白骨，其他就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神骸骨吗？怎么感觉如此普通啊？说着，我就要伸手取出一块，突然异变突起，一个深蓝色的光团出现在棺木前，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深灰色的光团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光团出现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这7个光团对应的颜色，正好就是问神塔第1层到第7层混沌的颜色。它们现在环绕在金色棺木周围，并且在不停的旋转，随着一道虚影缓缓出现。吾乃龙神大帝，
来者何人？见问传承者，为何不拜？老逼灯，你死了就少作怪，我还有事要忙呢，没空搭理你。说着，我就将金色棺木中的骸骨取出了一块，虚影瞬间暗淡许多。道友，不要！对此我歪嘴一笑，全部龙神骸骨爆出。道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随之，七色光团汇聚在一起，变成了一本功法《七色混沌经》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救命之恩，签到功能已解锁。与此同时，问神塔第8层，由于龙神骸骨被取出，原本存在的天道诅咒瞬间消失，他们3人的修为也在逐渐恢复。不到5个呼吸，瀚海帝君就恢复到了9阶地境，满头的白发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。此刻他手持清风长剑，你们死定了！陈眼和李月娥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，纷纷吞下通天玄丹。你们疯了吗？这通天玄丹虽能让修为暂时提升到9阶地境，但代价却是药效后修为跌落至圣人境，并且永远不可能再有进步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不这样做，你会放过我们吗？而且这样做不但可以活命，还能杀了你。最重要的是，说不定还能抢到龙神骸骨，而这点代价又算什么呢？随即，陈岩手中凝聚出一簇黄紫色的火焰，同时李月娥手中凝聚出一簇蓝白色的火焰，两人手心合一，将2簇火焰融合成一簇。瀚海帝君瞳孔微缩，因为他能够看得出来，那融合在一起的火焰竟比之前恐怖数倍。哈哈哈哈！瀚海帝君，此乃日月神火诀。上古时期，本教老祖曾用此功法越级杀死过9阶地境的魂天帝，而你将是第2个死于此功法的9阶大帝。只见2人手中融合的火焰渐渐形成一朵莲花，随后如惊雷一般直奔瀚海帝君。浓烟消散间，瀚海帝君捂住胸口，吐出一口鲜血。陈眼见瀚海帝君一击未死，略微有些惊讶，不愧是主宰天域的霸主，居然能扛下一击。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说罢，他2人再次融合火焰，凝出更大的火莲。瀚海帝君的本能反应是逃走，如果再次挨上这一击，他必死无疑。然而问神塔是9阶地堡，里面的每一层都是开辟出来的独立空间，根本就无法撕裂空间性。难道本地纵横天域数十万载，真的要陨落在这里？他看着已经迎面飞来的神火莲花，陷入了绝望之中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道帅气的身影，抓住火莲的同时，也抓住了他最后的希望。还好下来的及时，差点浪费本老祖一个任务。前辈，不必多言，本座会护你周全。见到我空手灭火莲的场景，李月娥有些慌张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顾长风老祖的修为已经超过了9阶地境？月儿莫怕，陈眼沉声分析，他从第9层返回，多半是获得了龙神大帝的传承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问神塔就是顾长风老祖的半个主场，能接下日月神火诀算不得什么。而且退1万步讲，如果顾长风老祖的修为真的超越了地境，进入了传说中的求道境，肯定会被天道排斥的，否则龙神大帝就不用飞升其他位面了。听了陈眼一番合理的推测之后，李月娥心中的慌乱才被抹平，于是2人联手，9阶地境的气息全面爆发，再次使出日月神火诀，搓出来一个更大的烈焰莲花，交出龙神大帝的传承，本教主可让你死得痛快一些。区大帝又不是武王强者，还敢在本老祖面前如此叫嚣。顾长风，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站着跟本教主说话。一直躲在我身后的瀚海帝君看着头顶上这朵巨大的火莲，紧张到了极点。他能感觉得到，这朵神火莲花爆炸的瞬间，即便9阶地堡问神塔也会轰然坍塌。然而下一秒，这压迫感十足的神火莲花就在我手里当场熄灭。见到这一幕，陈眼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。那是他和李月娥用尽全力搓出来的火，那么大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就这，随即我张开手掌，系统，这次秒杀能不能让我指定特效？可以，但需额外支付500名升值定制。看招！佛怒火莲，瞬间我手中出现一朵彩色莲花，四周的空间出现道道裂痕。月，快逃！面对恐怖至极的佛怒火莲，陈眼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赶紧逃跑。问神塔的传送阵就在他的身后，一共也只有不到1丈的距离。然而这区1丈距离，对于此刻的陈眼和李月娥来说，宛如天堑鸿沟一般，难以跨越。佛怒火莲在他2人头顶绽开，23叶异色花瓣如同狂风骤雨一般散落。他2人连痛苦的吼叫都没有发出，就被湮灭在耀眼的火光之中。